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发。以前我们用 AI 做影片，通常是一次只生成了一支。但是如果你今天要做的是一批内容呢？比如说你有一张产品图，要编成10支不同风格的广告影片。再比如你有一支参考影片，你想要把它复刻成好几个不同的版本。甚至你只是有了一个新的想法，想要延伸成一部微电影、动画短片或者是 AI 短剧。这种时候，如果我们还是一支慢慢的去写提示词，其实真的会很累。所以我这次测的是 TalkView 新出的 Canvas 画布这个功能，它不是单纯的让你生成一支 AI 影片，而是让你把图片、影片或者一个想法，按照你的创作需求来批量生成结果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每天通勤走路，还没到公司就满身汗，挂上就走，双手解放，凉风直接送到脸上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随手一带，凉爽追星，全场最 chill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随手一带，瞬间凉爽，等再久也不热了。最后还可以把成功的流程存成 skill， 之后换一个产品或者换一个题材继续使用这个流程。简单来讲就是不是只做一次，而是可以批量生成、批量去做内容，还可以下次接着用同样一个流程来产新的内容。那我之前已经做过很多集有关 TalkView 怎么去做不限时长的影片这样的视频内容了。它可以为你的产品创作 UGC 广告，可以批量制作10条 UGC 带货广告，还有复刻某一条爆款的产品广告等等这样的内容，它现在都可以实现。那今天我要测试的就是在画布这个位置，点开，开始创建我新的一个专案项目。这是画布的工作面板，它可以把一张产品图或者一支参考影片，甚至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，用 Canvas 画布这里变成一批可用的内容素材。像是在这里，它也有几个方向，可以做影片的剧本、影片拉片复刻、设计商品广告、批量制作影片，还可以根据 URL 创作影片。那我的已经很多朋友都在用的就是用 TalkView 来帮产品做整套主图和影片素材，直接就可以去变现。那我想先测的就是我上传一张产品图，让 TalkView 这个 Canvas 画布帮我批量做不同场景的广告。这个产品叫做挂脖风扇，也就是很便捷的可以带在身上，随时随地可以用到的一个小风扇。那我给到它的这张产品图上面会有怎么样去使用，还有这个产品有哪几种颜色，还有风扇的小细节我都有给到。这个产品的痛点我觉得是很直观的，大家一看就懂。像夏天出门通勤、排队、逛街、接小孩、看演唱会，你只要想到热，这个产品就很多场景可以用到。在输入框这里可以把我的想法、创意写上来，我不是直接叫他帮我生一支影片去推广我这个挂脖风扇，我会跟这个 AI 创作代理这样子去说，我要做的是一组挂脖风扇的短影片内容，像是这个图就是这个我刚刚上传的产品图，影片的开头我都希望会用到。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来作为开头，然后让这个产品出现在不同的生活场景里面？我还给他列举了很多这样子的场景，通勤走路很热，等公车很闷，户外排队超崩溃，看演唱会闷到不行，带小孩出门一下就满头汗，旅行逛街热到没力，办公室空调不够冷，健身完想快点降温。
把你的创意想法表达清楚非常重要，你不能一开始讲的比较抽象，后面生成结果的时候就很容易变成只是产品漂亮的影片画面，但是没有真正变成可用的广告内容。所以我这里的做法不是只说帮我做挂脖风扇的广告，而是我会先给到 AI 广告逻辑，给它讲清楚。我是想要做成一整套系列的广告素材，所以我会有一个固定的开头，一个固定的 hook， 再搭配不同痛点场景，这样后面才比较容易看出来它到底能不能批量去延伸影片。除了图片还有你的创意想法以外，你还可以上传影片或者音讯，让它去帮你二次创作。它没有马上就去生成影片，它会先帮我整理这一批内容的基本方向，像是他认为我描述的结构就是痛点解决方案型广告，先用共鸣感十足的困扰场景捉住观众，再让挂脖风扇自然登场成为解方。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他也会问我，你想不想要混搭其他类型的关于这个挂脖风扇的一个广告？那如果我不需要，我就需要告诉他了。另外我还需要确认的细节就是我的目标平台是不是这些。那我每支影片的长度它会有一个建议，15到25秒，画面比例是用直视9:16，影片的语言它会问我是要中文的旁白加字幕，还是纯画面搭配文字，也就是没有说话。那第5点呢，就是8支全部一起做，还是先做2到3支的商业广告。那最后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，就是产品卖点。他捉到了挂脖风扇凉爽这个优点，那他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想要强调的，而且他也给我提建议，而且也是一个灵感的方向，就是说我需不需要在风扇的续航力、轻量化、静音还有不缠头发这样的优点上面去植入到我的广告里面呢？我感觉他的脑袋比我要好用，他能想到这么多细节。那我今天的角色就是什么都不懂的一个想要做一个产品广告的人，那我就完全听他的建议好了。他从我列的一共8个场景里面挑了3个最有共鸣感的来做第一批这个产品的广告。通勤走路很热，等公车很闷，看演唱会闷到不行。那接下来他就会给我一个痛点型短影片的脚本，3段影片3段脚本。他抓到的核心卖点就是解放双手，随时降温，轻便好携带。影片1大概是18秒。首先画面是上班族女性走在夏日街头，阳光刺眼，字幕会有我要求的这句话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？旁白就来了，每天通勤走路，还没到公司就满身汗。接下来就产品登场，解方展示。刚刚的这位女性，她从包包里面拿出了挂脖风扇，挂在脖子上，按下按钮，风扇启动，头发微微飘动，表情瞬间就变成放松了。同样是字幕搭配旁白，然后就到收尾。这个夏天走路也是一种享受。等公车很闷，同样是18秒的一个影片，也是用字幕作为开头，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困扰？然后是旁白，等公车等到快要融化，越等越烦躁。接下来同样就是产品登场加解方展示。每一段影片的画面，我觉得它都有抓到重点，而且是很细致的重点。像是这个看演唱会闷到不行，它就会在演唱会的现场，人群挤到一起，灯光炫目，但空气闷热，一位女生用手不停地扇风，这真的是现实里面会发生的事情，她的妆都有点花掉了。拿出挂脖风扇挂上之后，她闭眼深呼吸1秒，然后继续嗨。每段广告的结尾都很有创意，让观众产生有共鸣，像是演唱会，它的结尾就是凉爽追星。下一步就是我们首先要确定他前面给到的这些脚本 O 不 OK， 有问题你就发送给他，他再去调整。那如果没有问题，你确认之后呢，他就会先产出主影格，也就是同一个产品还有人物的视觉基准。那我对脚本是非常满意的，没有任何问题 OK。那这张9:16的商业广告画面，也就是主影格，它已经成功建立好了。你可以检视一下画面的视觉风格是不是符
符合你的预期。因为我选定的广告方案就是有字幕跟旁白，所以它就会有一个字幕的位置。当然，如果你刚刚对角色有指定的话，就可以把角色的图片上传过来，它就会去调整了。用上你本身这个产品的模特也是 OK 的。它生成了3张商业广告画面，首先就是产品的痛点场景，就是我们很热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想要用到这个风扇，然后就是舒适解放这样的一个画面，也就是已经吹到凉风了。第3个就是产品登场的衍生影格，也就是把挂脖风扇挂在脖子上的一个场景。这3张图是给接下来生成影片确定好视觉画面的，下一步就是生成场景卡片。你可以理解为场景脚本、镜头安排、角色动作、旁白、字幕都会写在对应的场景卡片里。像是卡片1和卡片2都是对应的影片1，是通勤走路很热的那个广告。那卡片3对应的就是影片2。等公交很闷这个影片，它用到的角色就全部都是刚刚那个汗水已经湿了衣服的年轻男性了。再确认它的场景描述符不符合你的想法，你可以点开这个地方去查看它的预览分镜，按住键盘空格键，我们就可以拖拉整个画布。那缩放就非常简单了，可以点击这个地方。所有的场景我都点开预览分镜，先看看效果，再去生成影片。满头大汗赶时间，然后从口袋里面拿出挂脖风扇，戴上了风扇，开启开关，开始享受凉爽的风。那路人呢就投来了羡慕的目光。再看一下场景卡片1和场景卡片2两个制作好的影片1。首先也是女生走在路上，通勤的路上觉得很热，从包包里面拿出了风扇，然后挂在脖子上，点击了开关，开始很享受了。OK， 那就可以让它进行影片生成。缩小可以看到我们制作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用到所有的素材都在这边了。其实画布的这个影片生成的流程非常简单，首先就是我们刚刚的确定场景卡片里面描写的内容，也就是这个是通勤走路的场景，它会分几个镜头，比如说镜头1，它会写的是角色会觉得很热，在扇风。那镜头2这里有写了，就3秒到12秒的时间，就是有第2个镜头，同一位女性，她开始从包包里面拿出了我的产品挂脖风扇，挂在脖子上，然后就凉爽了。她的表情从烦躁转为轻松。这里我有一个很满意的地方，就是整个画布不会很乱，生成好的影片它会直接叠加在这个分镜图上面。那其实这个分镜图就是用来大概的预览生成影片的效果，但是因为我想要让它把头发扎起来，就比较适合夏天这个场景了。因为是走在路上，所以你在生成影片的时候，你是可以在确定分镜图的时候，把你想要改变的描述写在提示框里，让 Agent 这个代理去帮我们去调整。调整好之后，他再去生成影片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每天通勤走路，还没到公司就满身汗，挂上就走，双手解放，凉风直接送到脸上。怎么样？你看完会想要马上下单吗？我自己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完全不懂行销的人，也就是我，居然几分钟就能做出一支产品广告。那通勤版的挂脖风扇的这个广告已经做好了，我们再来看看旁边这个呢，就是演唱会的场景，同样是根据我们的产品，还有最开始我们设定好的影格，每一则影片的逻辑都是先展示我们觉得很热这样一个困扰，然后再拿出挂脖风扇挂在脖子上，最后会有一个舒服的收尾。场景卡片之前已经确定好了，你可以在这里去调整，也可以自己用滑鼠双击直接去改掉。OK， 看看影片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随手一戴，凉爽追星，全场最 chill。我觉得Towil这个代理有一个地方他做得很好，
像我这个场景安排是 Toll 帮我设定的，那他对角色的表演，还有什么时候说旁白，对应说旁白这段话的时候，画面下方的字幕写什么。有时候旁白跟字幕是一样的，但有时候是不一样，也有时候是没有字幕，只有旁白。他会根据角色正在表演的内容、动作，还有整个画面的布局帮我确定好，会比我自己设计这个场景会更加加分，也更加的像一个广告。爽追星，全场最 chill。等公车的分镜安排逻辑也是一样的，首先觉得很热，然后拿出产品，最后是一个舒适的收尾。其实很多操作的步骤都可以在画布上完成，像是点开这里就可以预览分镜图，分镜图生成就会直接在这个地方显示。你也可以直接在这里沟通，让它帮你生成分镜图，那就像影片生成一样，也可以直接点开这里进行影片生成，也可以在这里描述你的想法，让它帮我生成这个场景的影片。生成好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在画布上面去预览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随手一戴，瞬间凉爽，等再久也不热了。那如果你需要编辑影片的话，也非常方便，可以进行重新编辑，它就会弹出这个影片生成用到的提示词，还有参考到的素材，那你直接在上面改掉就 OK 了。在全能参考里面可以换成首尾帧去参考，如果你有合适的首尾帧图片，或者你有指定的想法，那一般呢我们就用全能参考，让它参考产品图，用我们想要用到的这个男生，也就是公车版我想要用男生角色，这个就叫参考生影片。那相关的影片生成模型设定也是可以调整的，像刚刚生成的3版影片都是用的 CDance 2.0， 那生成影片的画质也可以调整，这里最高可以做到 2160p。那影片的下载也非常方便，点一下就可以有下载按钮，或者你可以对影片进行画质提升，这一版还可以变成没有字幕的版本。那如果你非常满意它的音讯档，也可以把它提取出来，然后你再用音讯档来生成其他的场景。那这里还有一个加入时间轴，什么时候会用到呢？当你这个场景内容比较多的时候，你可能需要用很多个短片把它拼接合并到一起，那你最后也可以加在时间轴上去调整。这个画布功能最方便的地方，我认为是我可以在一个画布里面把我这个产品的一整套素材、影片、广告全部都展示出来。像是演唱会版，我就生成过几则影片，但是会有一些细节的地方你想要去调整，那你就把想法写在这个地方，让它帮你把演唱会版影片重新生成就 OK， 直到你找到满意的一版为止。其他的版本如果你不需要的话，直接右击就可以删掉了。但是又有一种情况，像是比如说这个版本火了，那这一版的场景我是不是可以多做几份影片去做推广呢？所以这就是画布方便的地方，它这些场景卡片会一直都在，还有前面我们所有的素材都一直待在画布里面。只要你需要这个场景，它可以一直往下帮你继续生成。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生成新的场景，像是带着小孩，像是去旅游，还有逛街等等。不需要你重新给它产品素材，只需要直接告诉它帮我新增旅游的场景。看到这个场景4就生成出来了，它这里的内容也就是在聊天框里面就可以看得到，不需要说放大画布很辛苦的去看这么小的字。他选了年轻女性，也就是这个角色，她有3个镜头的造型，要求严格保持一致。棕色长发披肩，浅米色短袖亚马衬衫，牛仔短裤，米色休闲鞋，还有一个浅棕色的小型斜背包。挂脖风扇也就是用的最前面的这个产品图作为参考。
场景设定是在旅游景点的街道，背景有特色建筑。因为我们这款挂脖风扇它有几个颜色，所以这次呢我就不用深青色了，我想换成白色，它会马上去调整场景卡片的描写。那生成分镜图，再到影片生成，我就不重复展示了，跟前面场景的操作是一样的。画布上的素材还有影片场景卡片，全部都可以拖拉来调整。像现在这样就很整齐了，通勤版、演唱会版、等公车版，还有最新的逛街版。来看一下逛街版。我感觉生成出来的影片品质比直接让我去用提示词跑要好很多很多。总结来说 Towil 的画布并不是又一个 AI 影片生成器，我觉得它更像是你手上有一个素材，不管是一张产品图，或者一支参考片，还是你自己的一个角色，它帮你把这个东西往下做成一整套内容，而且这些内容不是做完一次就没了，它还可以慢慢累积成你之后会一直用到的一个流程。我自己这次最有感的就是它真的有把批量制作这件事给做好了，不是只做一支片，而是同一个素材真的能长出不同版本、不同场景、不同方向。所以如果你最近也在想 AI 到底能不能不只是帮我只做一支片，而是真的帮我把内容做得更快、更多，也更有流程感，那 Towil 的画布这个功能，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去试试。相关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这个影片的资讯栏里，如果你也想玩这种批量内容，可以点开试试看。另外 Towil 这次要求连卡也有活动，像是 Seedance 2.0 这边它就有30天的无限生成， Seedance 2.0 mini 则是有365天无限生成，你不再需要每一支都一直去算生成成本了。那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边，如果你喜欢这类 AI 工具实测，也欢迎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小发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每天通勤走路，还没到公司就满身汗，挂上就走，双手解放，凉风直接送到脸上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随手一戴，凉爽追星，全场最 chill。你是不是也有这个困扰？随手一戴，瞬间凉爽，等再久也不热了。